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到底多好看，连大导演都怕他帅到出戏。拍戏的先涂黑3个色号才行。孔生亲口说一开始嫌弃她太漂亮，网友看完直呼李秀满说的对。肖战到底多好看，连大导演都怕他帅到出戏。拍戏的先涂黑3个色号才行。孔生亲口说一开始嫌弃她太漂亮，网友看完直呼李秀满说的对。漂亮孩子站中间确实有道理。孔生导演在德贤锦志北京首映礼上说了句大实话，他说一开始是真不想要肖战这么帅的人，就想让他在难民堆里不起眼，是个扔进去找不着的普通人。听听这话说的，别的演员恨不能把帅字刻脑门上，到了肖战这儿，太帅反倒成了导演选角时的心理负担。一个拍出过《琅琊榜》《父母爱情》《山海情》的金牌导演，一个在行业里出了名只用对的不用贵的务实派，能被一个人的长相劝退到这种程度，你说这的长成啥样？可问题来了，既然一开始嫌弃他太好看，最后怎么还是用了他？孔生自己把答案说了，他说肖战的眼神特别单纯，找不到这么简单的人，就跟角色莫德贤一样。你看，这就是导演和普通观众看人的区别。普通网友刷到肖战照片，第一反应是世界都亮堂堂蓬荜生辉，夸的是那张脸带来的视觉冲击。但孔生这样的导演盯上的是那双眼睛里头的东西，一个183的大高个儿，五官精致到被网友追着喊难妲己，可导演偏偏在他脸上看到了干净和简单，这不就是长相和气质之间那种微妙的错位感吗？接下来说说肖战为了把这张脸藏起来干了什么：剪发染灰，涂黑皮肤，减重15斤。长期维持手上的茧痕，硬是把1.83米的个头走出了被生活压垮的佝偻感。从导演最初担心他帅到出戏，到最后欣慰地给出这回扔进难民堆找不出来了的评价，这个过程听着像是一个演员通过自毁形象来证明演技的励志故事。但你再琢磨琢磨，这里头有个特别有意思的逻辑，如果一个人需要减重15斤，涂黑3个色号，剪掉头发，抹出老茧，才能在镜头前变得不起眼，那是不是反向说明他原来的样子实在太过扎眼了？2026年北京台春晚上，肖战唱了首《岁岁年年》，舞台大屏同步播着网友分享的2025年暖心瞬间。那天晚上他压根没扮操，就那么干干净净往台上一站。你猜网友怎么评价的？不是好帅，不是好绝，说的是被净化了。用正和净这种词来形容一个男明星的长相，这在当下的网络语境里本身就挺稀罕的。说到这的，把李秀满那句话搬出来了。这位韩国造星工厂 SM 的前老板有句名言：漂亮的孩子站中间，会让不漂亮的孩子变漂亮，漂亮的孩子更漂亮，整个组合就都变得好看了。这话听着像个选秀口诀，其实点透了一个事儿：有些人的好看是带队伍的，他往那一杵，不光自己显眼，连带着周围一圈人的颜值都被拉高了。韩国网友早年评价肖战时说过一句是 SM 喜欢的样子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这张脸放到李秀满的花田审美体系里，属于占 C 位能让全团跟着沾光的那一挂。现在你再回头看他被孔生按着头涂黑扮操这事儿，是不是觉得特别反差？一个被行业顶级导演视为帅到需要刻意处理的长相，在另一个体系里恰恰是往中间一站就能提升整体颜值的标准答案。有意思的是，肖战这种让人眼前一亮的特质，不挑场合，也跟妆造没什么关系。2026年3月，有网友在街头偶遇他，简单休闲装，素颜，皮肤白净，
眼睛亮晶晶的。路人拍的生图转上网，评论区炸了，有人调侃别人路过是赶路，肖战路过是封神。你看，涂黑了在电影里是扔进难民堆找不着的普通钳工，洗干净了在街头遛个弯就是行走的颜值暴击。同一个人，两种评价，中间就差了几瓶深色粉底液和10几斤体重。再回头看孔生那个一开始不想要这么帅的嫌弃，味道就全变了。这哪是嫌弃啊，分明是顶级导演面对一张过于突出的脸时，条件反射式的职业焦虑。他知道这张脸搁在战火纷飞的难民堆里会出戏，所以的先把他做旧。做旧完了还不放心，直到看见监视器里那个灰头土脸的人流下一滴泪，他才说了句太好了。导演要的不是肖战变丑，是肖战变成角色。但肖战本人那张脸实在太有存在感了，存在感到需要先花这么大力气去压他，才能让角色透出气来。你说这是搁谁身上不觉得逗？别人为了好看拼命往脸上抹粉，肖战为了演戏的先把自己涂黑3个色号。别人被导演夸是因为长得符合审美，他被导演相中是因为眼神干净单纯。别人占 C 位是因为好看能带火全团，他被导演嫌弃是因为太好看了怕观众出戏。这些矛盾搁在一块儿，反而把一件事说清楚了。有些人的好看是藏不住的，你把他扔进难民堆里，涂黑了，减重了，剪了头发，没了手茧，导演说找不着了，可观众还是会在监视器回放里盯着那滴泪说真亮堂。